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今天呢，我们开始讲一本新书《The Whole Brain Child》，中文翻译是《全脑教养法》。为什么讲这本书呢？因为它呢非常有名，口碑非常好。我买书呢是在 Amazon 上买嘛，我发现呢，在 Amazon 上这本书在育儿书里面排名是第1名，排在第2名呢是咱们之前讲过也非常喜欢的 Good Inside。以前我们讲 Good Inside 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提到过这本书，引用了它的内容。所以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专家都觉得好，对吗？对呀。这本书是谁写的？讲什么的呢？这本书的作者呢有2个人，一个呢是哈佛医学院精神科博士毕业的，在 UCLA 做教授，另一个呢是南加州大学博士毕业的儿童心理治疗师。这本书呢就是他们2个一起把脑科学理论翻译成具体可行的育儿方法。那它好在哪儿呢？我读了以后就能理解为啥它的口碑这么好了。我的感受是2个词，一是有用，二是好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它的名字哈，你可能以为它会是一本讲脑科学理论的很枯燥的书，但是呢，它其实给家长提供了非常容易操作的方法。最关键的是呢，它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，你觉得我们每天和孩子相处，在解决孩子的什么问题呢？送他上学，给他做饭。对呀，就是我们日常花很多精力去解决小孩的生存问题，光保障他们的生存，就常常已经让我们精疲力尽了。但是我们作为家长，其实我们希望在小孩能生存之外，对他还有很多期望。比如呢，你最希望小孩有什么样的品质呢？有韧性，有好奇心之类的。我还希望他有责任心，有同理心，能接纳自己，然后他也会交朋友，很热爱生活。对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日常和孩子相处的时候，做了什么去培养孩子这些素质呢？讲故事，可能我也不知道。对，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给我们提供工具，教我们怎么把那些和小孩相处的日常转化成帮小孩成长的机会。你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陪小孩，你只需要理解小孩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，然后在那些日常生活里，小孩把你逼疯的时刻，转变你的应对方法就可以了。这本书适用于多大的小孩呢？作者说呢，从出生到12岁。小孩的大脑不是天生的吗？可以被家长影响吗？是天生的，也可以被家长影响的。书里说呢，基因当然很重要，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孩长大是什么样，尤其是小孩的性格。我们都深有体会哈，2个小孩性格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外在环境对小孩的影响也很大。有道理。所以小孩的大脑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没错，书里说呢，环境的影响有2个层面。一方面呢，只要我们给小孩提供合适的食物、睡眠和刺激，大脑的基本构造就可以发展得很好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经历塑造的。我们听的音乐，我们读的书，我们遇到的人，我们经历的事儿，这全部的一切都会影响大脑发育。比如最直接的，沉迷短视频肯定会给大脑带来负面的影响，对吧？但是运动啊、音乐啊、艺术啊，这些活动肯定会给大脑正面的影响。这样想的话，我们就给孩子多安排点课外活动，有这种活动的 exposure 是比较好的。对，这是一方面。作者说呢，除了小孩大脑的基本构造和天生的性格之外呢，全部都是家长可以发挥的空间。家长给小孩提供的精力可以塑造小孩的大脑，即使我们已经很大了，我们大脑的形状还会因为我们的经历而改变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家长能够了解大脑是怎么运作的，然后用正确的方法影响孩子，那我们一定程度上就是可以让孩子更健康、更快乐、更有韧性的。那大脑是怎么运作的呢？作者说我们的大脑有很多不同的部分，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。比如呢，我们的左脑是负责逻辑思考和语言表达的，右脑呢就负责感受情绪，
处理别人的言外之意。我们呢还有一个爬行动物脑，负责本能，就是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，迅速帮我们做出保命反应。同时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哺乳动物脑，帮我们去和别人建立长久的连接和关系。每个人大脑的成熟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，但是呢，大脑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整合程度却是可以被父母影响的。什么是整合呢？整合就是这本书的核心。书里用的词呢是 integration， 就是呢把大脑中这些不同的部分连接起来，让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运作。就好比我们的身体，那肺负责呼吸，心脏负责输送血液，胃负责消化食物。那我们的身体要健康的话，这些器官都必须得是互相协作的，这就是整合。大脑呢也一样，如果想发挥最佳状态，它的不同部分必须是以协调平衡的方式一起工作的。这个大脑整合就是这本书的核心。它整本书在教我们的就是怎么帮小孩把自己大脑各部分整合起来。一个大脑整合的很好的小孩，心理是会很健康的，他就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情绪，有更完整的自我认知，更好的人际关系，那当然就更有韧性。为啥大脑可以整合呢？有什么科学依据吗？对，有。作者说呢，通过大脑扫描技术发现，大脑呢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。终其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精力都在改变大脑的物理结构。我们的大脑呢，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，每个神经元平均与其他神经元呢有上万个连接。当我们在经历一件事的时候，神经元就会被激活。我们的经历呢，可以决定哪些神经元被激活。当很多神经元一起被激活的时候，它们之间就会形成新的连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这些连接就会让大脑发生重新布线，大脑的结构就会被改变啦。整合呢，就是通过这种神经元布线的过程，让大脑的不同区域之间建立连接，大脑呢就能更协调的运作。小孩的大脑呢，直到20多岁才会完全发育好，所以小的时候呢，孩子是没有能力整合大脑的，这就是家长可以帮忙的地方了。有道理。那当家长应该怎么做呢？作者说呢，家长可以从2个角度出发，帮小孩整合大脑。第一呢，是给小孩提供锻炼大脑的机会；第二呢，是引导小孩整合大脑的不同部分。比如如果家长和小孩谈论小孩的感受，那小孩呢就更容易理解自己和别人的感受，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呢自然就会更强。再比如呢，一个害羞的小孩，如果家长用友好支持性的方式鼓励他们探索世界，他呢就更容易迈出去探索。如果家长过度保护或者粗暴地指责小孩，那小孩就容易会焦虑，反而更难走出去探索世界。作者举了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有一天呢，一个妈妈接到电话，说她2岁的儿子出了车祸。原来呢是保姆开车的时候癫痫发作了，小孩没有受伤，但是保姆呢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。妈妈赶过去的时候呢，小孩正在消防员怀里大哭。小孩被妈妈抱在怀里以后呢，很快就平静了。然后小孩开始反复对妈妈说“一呜呜”，妈妈听得懂，她知道呢，一是小孩对保姆 Sophia 的称呼，呜呜呢是指消防车警笛的声音。意思就是呢，孩子反复在跟妈妈说 Sophia 被带走了。如果是咱们现在小孩一直在跟你说一呜呜一呜呜，你要怎么回应他呢？你就说妈妈听懂了呗。听懂什么？听懂了，就是保姆索菲亚被带走了。那小孩跟你一呜呜，你就说妈妈听懂了，一呜呜妈妈听懂了，一呜呜妈妈听懂了。对，我觉得他反复说就是想寻求你听懂了，但你告诉他听懂了，他应该就不说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是。听懂了，然后呢？有啥然后了？他不是沟通是有来有回的呀。他就是想告诉你这个事情，你就说你听懂了。不是的，他是有这个情绪。你想车祸发生的小孩肯定是很害怕的呀，然后他有这个恐惧的情绪，那肯定是要家长是帮他去排解的。
你刚跟他说妈妈听懂了，怎么排解呢？我看书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估计就会安抚一下他，就是说，哦，Sophia 被带走了，医院会保护她的，她会好好的。然后呢，就带小孩去做别的，转移注意力了。哦，但是书里并不推荐这样做。作者说呢，因为呢，小孩的注意力虽然被转移了，但是他的情绪并没有被处理。哦，他下次如果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，就还会是这样。他可能不需要是同样的问题。现在你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在想这件事，但是他内心的那个恐惧可能一直会存在。某一天他就会以某一种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。你就比如说他可能会害怕坐车啊，或者他表现出来特别强烈的分离焦虑啊，或者频繁的情绪失控啊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他的意思是之前说的那个整合的意思，就是说他遇到了这个情况，他可以怎么整合这种情绪，对吧？对，你没有处理他情绪，就没有帮他建立这个整合的能力，对，那他就没用呗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怎么整合呢？在这个书里推荐的做法呢，就是每当小孩讲了一呜呜，就是他想起车祸这件事了，对吧？那妈妈都要陪他复述一遍这整个事件，小孩就一呜呜。那书里的妈妈就对小孩说：“你和 Sophia 出了车祸，对吗？”那这个时候呢，小孩就伸出双臂，模仿 Sophia 癫痫发作的样子。妈妈就会继续说：“是的，Sophia 癫痫发作了，然后撞车了，对吗？”接着小孩呢就开始说那句一呜呜一呜呜，妈妈就会回应说：“对的，救护车把Sophia送去看医生了，现在呢她已经好多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昨天去看她了，她好好的，她现在很好，对吗？”在这个故事里呢，妈妈通过允许小孩不断的讲述这个故事，帮他理解发生了什么，小孩才能在情绪上处理这件事，消化他的恐惧。那随着时间过去呢，小孩提起这件事的次数就越来越少，直到再也不提了。这个反复讲述的过程，就是妈妈在帮小孩整合大脑，她在缓解小孩右脑中那些可怕的情绪，让这些情绪不再控制他，同时她还在引入左脑的逻辑思考，用一个能跟小孩讲得通的方式帮小孩理解这件事。哦，通过讲述这个故事，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通过讲述这个故事，就是妈妈既可以理解他作为小孩子的情绪，又可以教会小孩像大人一样可以用左脑进行逻辑思考，对，他就可以左右脑整合起来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一点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以前呢，咱们看那个《Good Inside》的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， 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接纳小孩的情绪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我们经过很多的练习，很天然的就能做到了。但是下一步怎么把小孩引入左脑的逻辑思考，这个是我们在这本书上第一次学到的。他这个排名更高一点。对啊，人家排名第1名，对吧？因为之前那本书就更像是，就教你怎么哄孩子，你接纳他情绪其实就是比较哄孩子嘛。那好像会不会是亚洲人更喜欢这种多一点？不是啊，这也是接纳呀。你先是接纳小孩的情绪，然后呢，你再 one more step， 领他再走一步。但是听起来这个书讲的是孩子就像是学会了某种能力，比方说让自己情绪稳定的能力。等他长大他就很容易自己能处理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。对。比方说他长大了，他遇到了啥挫折，他失落的同时又可以通过左脑的逻辑。很快的去处理它，很快让自己从情绪里走出来，对，找到他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件事的最好的办法，对吧？对，大脑这2个区域已经连接起来了，让他很天然的就可以走到左边去用左脑。这就是这本书的第1章啦。下一期呢，我们来详细讲一讲怎么帮小孩整合左脑和右脑。咱们下一期再见啦。